我和老公从校服到婚纱，在一起10年，恩爱如初。可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却以加班为由去陪刚离婚的白月光。第二天，又带着白月光的儿子登堂入室，骗我说是朋友家的孩子。他们的合照摆在我老公的床头，被他珍而重之。直到有一天，婆婆无意中说起，那个孩子和我老公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心头泛起惊涛骇浪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你说这孩子和一只长得一模一样，或许是我突然变了的脸色太难看。婆婆反应过来，立马朝着自己的嘴扇了一巴掌，陪笑道：娇娇，妈就是胡说的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当真。我在追问，婆婆却什么都不肯再说，但我心里已经起了疑惑。那照片上的孩子是我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第2天，我老公带回来的。他说是朋友的孩子，朋友出差，就把孩子放在我们家里暂住几天，正好也能陪儿子一起玩。我没有多想，林一之人缘好，经常有人往我家寄放猫猫狗狗，我已经习以为常。可后来林一之对那个孩子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儿子，我心里不舒服，但又觉得可能是他怕别人说闲话，再加上儿子也很喜欢这个伙伴，我就没有说什么。还在林一之送他走的时候，帮他们3个人拍了合影留念。可我刚拍完，房门就被敲响了，外面站着的是林一之的初恋周涵，那个曾经被我当成假想敌的女人。见到她的一瞬间，我几乎站不稳。她一开口，就更是给了我暴击。阿姨，孩子没有哭闹吧？他年龄还小，正是需要爸爸的年纪。多亏你今天肯带他来找小伙伴玩。说完，他又转头看向我，言语客气，眼底却隐含挑衅。听阿姨说，昨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真是抱歉耽误了你们。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昨晚林一之根本就没有加班，而是在陪周涵这个白月光。那个孩子也根本不是什么同事家的孩子，而是周涵的孩子。林一之骗了我。那天周涵走后，林一之带着被捉奸在床的心虚对我开口：娇娇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林一之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我抬头细细描绘，发现10年的光阴也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他还是10年前我喜欢的那个样子，他还是懂得该怎么拿捏我。可周涵是我最后的底线了。当初我们在一起时，就因为周涵对林一之献殷勤，天天吵架，最后更是陷入冷战。直到6个月后，林一之才来找我和好。也是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，和我冷战的那6个月，林一之曾短暂的和周涵在一起过。可当时我们已经要结婚了，亲朋好友等在外面，我终究还是没有设下这份感情。但他们的事情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，直到听说周涵也结婚了，直到我生了孩子，我才稍稍放松下来。我以为我们的人生中不会再出现这个名字，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又凭什么说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？10年光阴，我本以为已经足够了解林一之，可他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认知，一次又一次的骗我。我不想再听他的解释了。见我走开，林一之伸出手拉住我，气急败坏：我真的不知道周涵为什么会来家里，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我就是知道你要这样，所以才不敢跟你说实话。我想挣脱他的手，却挣脱不开，于是顺着力气打在他脸上。我哪样了？难不成你和周涵鬼混在一起，还要怪我不该发现？林一之不知道是被我打懵了，
还是被我问住了。总之，他哑口无言，无辜的表情再也维持不住。我正要甩开他回屋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。可刚刚还在沙发上坐着的儿子突然跑过来，一头撞在我身上，我后腰磕在桌角，钻心的疼。我不可思议，他却还在叫嚣：“你个黄脸婆，不许你欺负爸爸！”听清他说的话，我一瞬间就乐了，眼泪忍不住在眼眶打转。这就是我生的好儿子。我身体不好，生他时九死一生，后来为了带他，又放弃工作，做了家庭主妇，整日的围着他转。可尽管如此，却还是比不上林一之那偶尔10分钟的陪伴。我揪住他的衣领，在他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轻轻甩了一巴掌。我不只要欺负你爸，我还要欺负你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他们父子两人，回到卧室锁上了门。直到现在，我打他们的手还是颤抖的。一个是我爱了10年的男人，一个是我用命生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疼啊？可是我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。我不想让林一之觉得我还是之前那个任他拿捏的徐娇娇。我把头埋在枕头里，任由自己哭了个天昏地暗，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哭了出来。没有人知道，我一边产后抑郁，一边为了哄儿子吃饭费尽心思的时候有多难熬。没有人知道，我一边忍受着产后漏尿，一边在大半夜抱着孩子去医院时有多么绝望。而林一之，他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好好工作，就被所有人称为顾家的好男人。还有孩子，妈，你快点出来做饭，我饿了。我不计较你打我的事情了，你赶紧出来做饭啊！林园在外面把门拍得咣咣作响，我这次却硬下心肠，没有理他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林一之说话：“圆圆，爸爸给你点外卖，点你最爱吃的汉堡可乐。”汉堡可乐是我平时严格控制不让林园吃的东西，因为他肠胃不好，每次一吃这些就要拉肚子。可这么多年了，林一之都不知道，又或者是他想拿这个威胁我出去给他们父子做饭。可我这次打定了心思不出去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点的外卖就到了。爸爸，还是你最好。我妈平时都不给我吃这些，我怎么哄她都不肯给我吃。她就是个老巫婆。一顿汉堡，在林园的嘴里，我又从黄脸婆变成了老巫婆。我倒要看看晚点儿她还会不会这么说。果然，不到半小时，林园痛苦的声音就隔着门传了进来：“爸爸，我肚子疼。”我忍住想出去照顾他的本能，听着林园一次次地往卫生间跑，跑到最后发起了烧。林一之手足无措，在家里到处翻找，找不到药后，他过来砸开了我的门：“徐娇娇，你是不是聋了？你听不到圆圆难受吗？”他举起的手停在离我脸不到10公分的地方，最后又在我的眼神中讪讪放下：“圆圆不舒服，你出去看看她吧。”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药。他的声音在我嘲讽的眼神中越来越低，最后似乎也知道了自己的荒唐，不情不愿地补了一句：“我工作太忙，家里的事难免疏忽，我想揭穿他。可圆圆到底是我的孩子，给他些教训就够了。我也不忍心真的让他痛到去医院。”那天之后，林园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，而林一之，我们俩又陷入了冷战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来哄我，而是把那天拍好的3人合照洗了出来，摆放在他的床头。珍而重之，他把周豪儿子的照片摆在床头那一刻，我突然就累了，不想坚持了。林一之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平静地和林一之说出这句话后，他表情难以置信，脱口而出问我：“你确定没了我你能活下去？”以前谈恋爱蜜里调油的时候，我确实跟林一之说过没了他活不下去这种肉麻的话。
没想到他却当了真，还记到现在。不过就是兴趣来了说的谎言而已，谁没了谁都能活。见我说的认真，林一之总算慌了，他抱着我的腰跪在地上道歉：娇娇，我再也不会和周涵联系了，我手机里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联系到我的，更不知道他怎么会找来家里。娇娇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林一之语气坚定，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。听到动静的林媛从屋里跑出来，和他一起跪到了我脚下，也跟着一起哭。我最后还是心软了，于是我离婚的事情就这么耽搁了下来。直到今天婆婆上门，她意识到说错话之后，三言两语打发了我就要离开，我也没心思留她，眼睁睁看她出了门。她走后，我盯着林一之床头的照片仔细看了又看，越看越觉得他和周涵的那个孩子相像，鼻子像，眼睛也像，比林媛还像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发现，我就像个傻子，我就是个笑话。我不敢相信自己被背叛一次又一次，跌坐在床边，哭得声嘶力竭，最后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只觉得心脏仿佛被一只手拽住，尖锐的疼。林一之，你何必要骗我，骗得这么苦啊？我没有开灯，在逐渐变暗的卧室里哭坐到深夜，坐到林一之带着林媛回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他们父子俩走之前说是要给我个惊喜。娇娇，娇娇，没见到我应声。林一之焦急的声音响起。他把一个个房间打开灯，在卧室里找到了坐在地上的我。娇娇，你怎么了？他边说边伸出手要扶我起来。我躲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林一之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三人合照摆在床头？他不明所以。这照片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我没有和圆圆拍过照吗？所以我就把这个照片洗出来了。是啊，这是林园长这么大以来他们父子俩唯一的合照。可是你不觉得周涵的孩子长得更像你吗？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清清楚楚看到了林一之眼底的慌张，可他没有解释，反而气急败坏问我，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嚼舌根子了？他还说什么了？我原本悬着的心彻底死了。他没有否认，而是第一时间想要找到说这话的人封口。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激，林一之冷静下来，他让林媛带着蛋糕进来，捧到我面前。娇娇，有什么话我们过完生日再说，这可是我和儿子亲手做了一下午的蛋糕，你先尝一尝。我正在气头上，林一之的避而不谈更让我恶心，于是我把他的手打开，他又递过来，我们两个人推搡之中，蛋糕掉在了地上，林媛一下就炸了，他扑上来推开我，力气大的让我一时不察，摔倒在地上。你就是个坏女人，什么都要管着我，不让我吃，现在又把周阿姨好不容易给我做的蛋糕摔坏了，我讨厌你。我被他眼里的仇恨刺得心惊，却又注意到他说的周阿姨，想到什么，我指着蛋糕，转过头瞪着林一之，这蛋糕是周涵做的，你们到现在还有联系？林一之想捂林媛嘴的动作顿住，他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，林媛就已经炮仗似的开口，这蛋糕就是周阿姨做的，怎么了？你不做给我吃，还不让她做给我吃吗？你就是个坏女人，周阿姨就是比你好，我要她做我妈妈，我不要你。我呆呆地看着林媛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说出的话像利剑一样扎在我身上。你可是我的孩子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林媛却没有察觉到不对，怒气冲冲地跑开，跑到一半又返回来，推了我一把。怪不得爸爸不要你，我也不要当你的孩子，我要当周阿姨的孩子啊！看来我活的真的是个笑话。爱了10年的男人早就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，
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认小三儿当妈。林一之见林媛已经把话都说出来了，当下也不再假装，而是破罐子破摔。娇娇，这是怪不得我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每天素面朝天，连妆都不化，穿着也邋里邋遢，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差远了。我冷眼看着林一之挑我的毛病，只觉得悲哀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我，独自一人在外潇洒，现在又怪我不如以前精致，只能说不爱了，什么都是错的。林一之，离婚吧，孩子我也不要了。听到我说离婚，趴在墙角偷听的林媛对这话满意极了，留下一句算你识相后扬长而去。反倒是林一之欲言又止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又都咽了进去，装作很难过的样子。娇娇，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亲人，我们也没必要走到今天这步吧。他如今的虚伪令我作呕，明明出轨的人是他，说的好像是因为我才离婚一样。不管他在身后说什么，我只管拿出行李箱收拾东西，直到林一之按住我的手。徐娇娇，这些都是我的东西，你给我放行李箱里干什么？都离婚了，你还不走吗？大概这是我10年来第一次说话做事没有顺着林一之。他听到这话大吃一惊，为什么是我走，不是你走？林一之的话说出来，我被气笑。出轨的人是你，你哪来的脸让我走？你带着林媛净身出户，要不然我就起诉你出轨。我知道林一之的公司正在上市的关键阶段，他不可能让自己背上出轨的名声，所以威胁他，威胁得理直气壮。可他当时答应了，事后竟然又带着林媛去了我婆婆家诉苦。我被叫回了林家，一进门，小姑子林美芝就阴阳怪气，这有些人呐，什么都不做就想要别人的财产，真是不要脸得很。我无视她的指桑骂槐，顶着所有人的目光走到我婆婆身边。妈，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上前抱住了我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妈那天就觉得不对，本来想着先调查清楚再告诉你，以免影响了你们夫妻感情，没想到你自己先查清了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我心里的委屈满的几乎要溢上来，可为了不让人看笑话，我又生生的忍住。婆婆和我妈年轻时就是闺蜜，后来生下我和林一之，对我们的婚事更是喜闻乐见。嫁到林家的这些年，她也一直对我不错。见婆婆向着我，屋里的其他人都急了。小姑子开口：妈，她什么都没做，我哥的财产凭什么都给他？因为是你哥不对在先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最后婆婆一锤定音，把林一之的所有财产都折合成现金给了我。我和他也再没有了关系，10年婚姻终成空。我心里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解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着漂亮的裙子离开这个城市。婆婆让林一之和林媛来送我。林一之看到我时，眼神都直了。娇娇，我们结婚这几年，你要是这么打扮，我也不会。我比了个手势，止住林一之的话。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任何的如果或许都只会显得他更加虚伪。再见了，从前奋不顾身去爱人的自己。从那里离开后，我去找了师兄，打算归队和他一起去考古。他是我爸妈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带队学长。6年前参加完我的婚礼后，他们一起去了新发现的遗迹考古，可那里地势险峻，我爸妈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从前被林一之和林媛绊住了脚步，可现在我想去看看他们离开的地方。那之后，我和师兄不断地查阅资料，寻找危险较小的路，准备抗风险物资。
终于在2年后决定再次出发。林一之却给我打来电话：娇娇，圆圆病了，你赶紧回来看看她。我已经2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，没有听过这个声音，骤然听到，还有些恍惚。一句“你是谁”脱口而出，对面沉默了2秒。林一之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：徐娇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就赶紧回来照顾圆圆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骤然捏紧，都已经离婚2年了，我在林一之心里还是那个随时可以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人。我做的还真是失败。收敛起情绪，我淡淡开口：她不是已经有了新妈妈吗？让她的新妈妈去照顾吧，毕竟林媛毛病那么多，那么矫情，我照顾她的那几年可是吃够了苦头，凭什么林一之就可以幸免？我没有把那通电话当回事，挂断后就和师兄进了山。山中无岁月，又加上手机信号不好，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只知道我们已经补给了无数次物资，直到最后一次。娇娇，前面就是师父师母倒下的地方了。师兄指着不远处的流沙给我看，我身形呆住，仿佛看到了父母无数次为了理想摔倒又爬起，最后再也没有力气的画面。爸妈，倘若你们知道我会过得这么不幸福，还会放心的接下这次任务吗？你们会不会后悔那天匆匆离开，连和我告别都没来得及？可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嫁给林一之，后悔没和你们一起走。我跪在沙漠里嚎啕大哭，风沙刮在脸上飞进嘴里，让我的心都是苦的。师兄见我这样，踉跄着过来扶我，却被远处一声大喝制止：你住手，他是有妇之夫。师兄回头看他，我听出了这个声音，理也没理他，扶着师兄的手站了起来。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林一之已经走近，他盯着我的手，像要喷火。徐娇娇，你能不能记住自己的身份？一个有夫之妇还学别的女人勾搭男人。他的话说得难听，师兄气不过，挡在我前面要和他理论。我拦住他，冲林一之勾勾手，然后言笑晏晏地给了他一巴掌，打得我手掌发麻。你要是有病，麻烦去精神病院治，我这不是垃圾回收站，不收垃圾。林一之抬起手，又无奈放下。我不跟你计较，赶紧跟我走。圆圆生病住院了，她想见你。老实说，听到林媛要做手术的那一刻，我是心疼的。但我一想起她，脑子里就会想起那天的画面，想起那天她看着我满眼仇恨地说想要周涵做她妈妈。或许是爱之越深，责之更切。我不能原谅我用爱养大的孩子居然这么对我。我甩开林一之拉着我的手，在他惊讶的目光中开口：他生病住院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记得他说过不想让我当他的妈妈，他想让谁当你就去找谁呀，找我干什么？尽管告诉自己不在意，可我仍然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话里的不甘心。可林一之却没察觉，他只会指责我：徐娇娇，圆圆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为什么不去照顾他，而是在这里和我浪费口舌？林一之被我的话问住，面色有一瞬间的尴尬，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：是孩子闹着要找妈妈。看到他的反应，我还有什么不了解的？林媛每次生病都闹得很厉害，周涵大概是受不了撂了挑子，这父子2人才想起了我。可我已经不是他的妈妈了，几次3番被我拒绝，林一之彻底没了耐心，他不耐烦地揪着头发绕来绕去：徐娇娇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到底还有完没完了？圆圆只是个小孩子，他不过说了你几句，至于记到现在吗？就因为他是小孩子，所以喜恶才不会藏在心里，而是放在嘴上。
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可他讨厌我，不想让我做他的妈妈，却是真心的。我没了跟林一之纠缠的心思，转过身，继续朝着沙漠深处走去。可他竟然也远远地跟在了后面。师兄不停回头看着他，对我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忍住。娇娇，不能再让他跟着了。这地方我们专业考古队的人来都吃力，更别说他一个外行。我停下来看着不远处的林一之，他的身影倔强又坚定，像极了当初追我时说要给我摘星星的样子。可惜他的爱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只有我一个人在他的谎言里沉溺了这么多年。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等他走近我。林一之，回去吧，接下来的路不是你能走的了。说罢，我转头就走。林一之还想跟，却被沙漠天险隔绝在了外面，寸步难进，只能在外面气得跳脚。他终究不是能和我同行的人。那次之后又过去3年，我因身体疲惫向考古队申请了休假，然后找了个有花有海的地方，开了一家孤儿院，专门收留和我一样没有家的人。第一个住进来的人是我在车站捡回来的女孩子，她蜷缩在那里的样子，像极了我知道林一之和周涵有个孩子时的无助，几乎是本能的。我朝他伸出了手，像是对从前的自己伸出了手。他说自己叫招娣，可为什么我把弟弟招来了，妈妈却不要我了？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顶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。我给招娣改名为春和，有了春和，后来又有了第2个、第3个、第6个、第7个。我收养了7个孩子，他们全都叫我妈妈。我给他们做饭，我教他们读书写字，他们调皮时我也会骂他们，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说过讨厌我，他们都很爱我。直到我的生日那天，家里来了不速之客，那时我正被7个孩子簇拥在中间吹蜡烛许愿，没有注意到门外的客人，直到春和说话的声音响起：你们是来找我妈妈的。我放下双手回头看去，几乎认不得眼前这2个曾经最重要的人，林一之、林媛。林媛见到我似乎多有感触，眼眶红红的，再没有了我记忆中的盛气凌人。而林一之，岁月对他的优待似乎戛然而止，他还没老，2鬓就生出白发。见我看他们，林媛撇撇嘴，就要跑过来抱我，却在靠近时被小七伸手拦住，不许抱我妈妈。其他孩子们也纷纷拦在我身前大叫，不许抱我们的妈妈。林媛见状，表情受伤，湿漉漉的大眼睛看着我，似在控诉：妈妈，我才是你的孩子。他如今身量高挑，已经是个小少年了，细看还是长得像我更多些。倘若没有当初的事情，他就是我唯一的孩子，可现在他们才是我的孩子。我垂下眼睑，淡淡回应。听到我的话后，林媛却失控了，他把我身前的孩子们都推倒，在我去扶他们时，硬生生冲上来抱住了我。你是我的妈妈，是我一个人的妈妈，你只能爱我一个人。我知道错了，妈妈，你别不要我，我再也不喜欢别人了。我不要别人当我妈妈，我只要你。林媛带着哭腔的声音瓮声瓮气地传了出来。见她哭得厉害，家里的几个孩子面面相觑，也没敢再拦。她哭着说出了当年的我最想要得到的认可。如果当初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能说一句爱我该多好啊！可现在我只记得他一句句的讨厌我，和一句句的想要周涵当妈妈。我用力推开林媛，问他：你的新妈妈呢？是她对你不好，你才想起我吗？豺狼始终是豺狼，不会变成绵羊。要不是周涵对他们父子2人不好，以他们的性格，怕是这辈子都想不起我。果然，听到我这么问，林媛的眼神闪烁，沉默着不再回答。
林一之见他不说话，亲自下场指责我：娇娇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也不知道你跟别人有个儿子。被我一句话堵得哑口无言。林毅怒气冲冲地说了句不可理喻，然后不再说话。他直到现在还以为我是那个会在原地等他的徐娇娇，跟我说话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味道。可在原地等他这种傻事做过一次就够了。我不想让这两个人影响了我过生日的心情，拿扫帚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妈妈，他们还没走。妈妈，他们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妈妈，年龄最小的小七藏不住事，隔一会儿就趴在门缝看一眼，然后过来跟我说他们还没走。已经懂事的春和看出不对，沉着声喝住了他。小七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看看外面，最后小声说道：可是外面下雪了，他们好可怜啊。我抬起头，12月的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了大雪，纷纷扬扬。我连忙招呼孩子们往屋里跑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着准备好的火锅。至于那句他们好可怜啊，就让他随着雪去吧，这世上谁不可怜呢？那天后，我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偶尔和在这里认识的朋友出门逛街。唯一的变化就是身后开始跟着2条尾巴。镇子上的人不明所以，以为林一之是在追我，还纷纷打趣撮合我们：娇娇，这男人长得不错，考虑考虑呗。就是孩子有点大了，你过去得给人当后妈，后妈不好当啊。跟在我身后的林媛听到这话，一溜烟儿跑到了人群里。她就是我妈，我是她亲生的孩子。人群被惊呆，也看出了我们关系不对，不敢再说话了。可当天晚上，林一之和林媛就拦在了我回家的路上。妈妈，你跟我回家吧。林媛拉住我的手，眼含期待。我同她对视许久许久，甩开了她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今天是春和的生日，我答应陪她一起过的，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林媛拉我的手，我甩开，一路上不断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回了家。7个孩子欢快地扑上来，抱着我的腿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林媛挤到了后面。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妈妈，你们都滚开！你们这群没人要的野种！或许是林媛这几天受到的挫折有点大，此刻被挤开，她恶毒难听的话脱口而出。下一秒，我的巴掌拍在她脸上。谁教你说话这么恶毒的？她猩红着眼睛瞪我。我说错了吗？明明我才是你的孩子，可他们却非要和我抢妈妈。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妈妈吗？没有妈妈的孩子不是野种是什么？我怔住。是有人叫林媛野种吗？林一之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？我不说话，林媛却还在哭诉：妈妈，你能爱他们所有人，为什么不能也爱我？我爱过你，是你不爱我。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你只是觉得我有用了。从前和林一之共同的朋友早就告诉我了，他和我刚离婚，就把周涵的儿子接回了林家，认祖归宗。不久后，更是和周涵举行了婚礼，还是林媛当的花童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周涵婚前的和善都是装的，婚后不久就暴露了本性。林媛生病那次，就是因为周涵的儿子和他抢东西，他不肯给，被路过的周涵看到，饿了3天没给吃饭。而林一之这个当爸的，就这么放心把孩子交给后妈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林媛已经烧到40度。听说那次林阿姨发了好大的火，才让林一之对林媛上了点心。从前我对林媛360度关注，林一之的日子过得潇洒得很。现在轮到他亲自照顾孩子，他才知道有多不容易，自然对周涵就多了不满。婚后的日子过得一直鸡飞狗跳，可那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
我早就不是你的妈妈了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或许是我的话太绝情，林媛受到打击，狠狠推了我一把后跑远了。林一之看了我2眼，没说什么，忙着去追林媛了。我以为他们的纠缠到此结束，我可以安生的过日子了。可刚没几天，林一之又来了。娇娇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脸上的笑容维持不住，只能对着他板起脸。他也不介意，自顾自开始回忆我们的从前，说到最后潸然泪下。娇娇，是我不对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绝对会好好珍惜你，再也不做这么混账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向周涵提起离婚了，我马上就把他赶走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林一之说得可怜兮兮，我看着雪覆上他的眉眼，一时恍惚。我记忆中的林一之是天之骄子，从来都是意气风发的，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件事这么狼狈呢？可感情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林一之，往前看吧。那天他在我面前大哭一场，第2天就带着林媛回去了，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接起来，里面是林一之的声音：娇娇，妈不行了，她说想再见你一面。我的心一下子揪紧。林阿姨是我父母去世后唯一还关心我的长辈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连忙找人帮忙看顾孤儿院，又安顿春和，照顾好弟弟妹妹，然后买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到林家。林一之在门口等我，他比上次见面更憔悴了，但我无暇看他。2个人朝着屋里狂奔。阿姨，娇，是阿姨，对不起你，是一之他，对不起你。林阿姨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用尽力气说出这句话后，手忽的一下松开，落在了床边。阿姨，妈，奶奶，林阿姨走了，我在这世上再也没有长辈了。参加林阿姨的葬礼时，我站在林一之身边，早已被他赶出家门的周涵却来闹了。他摆脱门口保安的桎梏，径直冲到我面前，抬起手就要打我。你个贱蹄子，离了婚还不消停，勾引的林一之魂儿都丢了，非要和我离婚。我在他的手落在我脸上之前握住了他，然后反手一巴掌把他扇得摔倒在地上。一个职业当小三儿的，哪来的脸说别人破坏你的家庭？挨了打，周涵面色难看，嚷嚷着要和我拼命，被他的亲生儿子拦腰抱住。你能不能别丢人了？你丢的人还不够多吗？被亲儿子当着众人的面指责，周涵的精气神仿佛都被抽干了。他不可思议地瞪着那个孩子，片刻后大笑着离开现场。纵使刁钻如他，也避免不了被亲生儿子指责的心伤。我摇摇头，只等参加完葬礼就离开这里。那天早晨，林一之带着林媛开车送我，车里的气氛沉闷，我们3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就这么一路走到机场。期间林媛几次欲言又止，都没有说话，直到我要上机的时候，他才拉住我的衣摆，小心翼翼地说了句：妈妈，对不起。听到这句对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仿佛轻松了许多，也不再执着亲生儿子对我的嫌弃与辱骂。我拍了拍他的头，笑着跟他说：都过去了，然后离开了这里，回到我和孩子们的家。之后的每年年节，林媛都会给我打电话拜年送祝福，我也会回他一个祝福。我们像所有熟悉的又不熟悉的母子一样维持着联系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过去的就过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